用力，再用力！让我看一眼。林氏，这孩子以后是裴家的嫡长子，你只是个生他的物件。恭喜老夫人！这孩子真是天庭饱满，方圆一看就是大富大贵的命啊！老夫人真是好福气啊！哎呦，瞧这孩子，眉眼间像极了裴大人，将来定是咱们京城新一代的翘楚。那是自然，这还用你说？这可是裴三郎的孩子，您瞧，听说连名字都是裴老大人亲自赐的，重视的很呐。这孩子出生那天，喜鹊在枝头叫个不停。他那父亲虽然，好在这孩子是个有福气的，我自会亲自教养。6月18，他是裴府这一代头一个孩子，天之骄子，而我只是裴夫人从蜀地买来给裴燕生孩子的一个工具。进了这门，你就是个生孩子的物件，成了银子管够，败了裴府不养行人。奴婢明白，只要有银子救我娘，让奴婢做什么都行。想要银子，那就记好了，不多言语，不生贪念，不行鬼事。是。生了孩子，拿钱走。这确实是一桩合算的买卖。我16岁了，给谁生不是生呢？就是他，那个买回来的可不是，也不知道能生几个，生完了就得滚。裴家给的银子足够我回乡买块田，再招个赘婿，安稳一生。现在算算日子，也到了要走的时候了。祝小公子长命百岁。往后不管天涯海角，我会向菩萨祈福，保佑你平平安安。生孩子那天，我几乎去了半条命。本以为孩子满月后我们就再无瓜葛，可没想到。三郎，您怎么来了？拿过来。只是些打发时间的小物件，不值当三郎看。拿过来。你的绣活倒是同京城里的绣娘不一样。这是蜀绣。不要！莲娘，你好好养身子，不要在我眼皮子底下耍这种小聪明。我只是想给他留个念想。不要做这些无用头。裴家的长子不需要这种来路不明的东西。这是剩下的，三郎若是不喜，一并烧了吧。往后再不会了。父亲给他赐了名，大名裴川，乳名叫元歌儿。元歌儿，裴川，川儿。其实这个孩子来的并不容易，为了他，我和裴燕在那间落雪院里整整磨了3年。三公子，夫人的身子已调理得极好，只是您久卧病榻，气血瘀紫，若要子嗣，恐怕得配合扎针，再服用些。滚！都给我滚！公子息怒，是个废人。神医都说我这辈子站不起来了，你们这些庸医还想来羞辱我吗？滚出去！你也想看我的笑话？连你也敢碰我？不会的，三郎，我会帮你，会一直陪着你的。只要三郎不让我走，我就一直都在。那是所有人都不抱希望的第3年，就在大家都以为裴家要绝后的时候，裴燕的双腿在那天有了知觉，而我也有了身孕。
今日去拜见了夫人，领了银子，便能去过我的安稳日子了。原来他的笑声是这样的，生他时我昏死了过去，醒来他已被抱走，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元根看着和阿燕哥哥一样聪颖，不过夫人，你想过那个女人要怎么处置吗？要我说，还是去母留子，永绝后患。毕竟阿燕哥哥的名声要紧，这元根往后也只能有我一个母亲。原想着给点银子远远的送走，不过英娘，你如今还愿意嫁给三郎，那便是他的主母，是元歌儿的生母。那个女人是杀是卖，由你做主。本以为这只是一场银货两丁的交易，却没想到对方想要的是我的命。莲姑娘，您不进去了，抹额还没给夫人呢。我忘了带给夫人的抹额了，我要回落雨院去。英娘，原来是他。英娘，3年前，我和三郎签下契书，只要我生下孩子，裴府就给我50两银子，送我离开。这话可还算数？算。如今我已养好身子，元歌也满月了，请三郎兑现契约，准奴婢离府。莲娘，你是个聪明人。奴婢只想守约。你有没有想过留下？如果你愿意留下，我能给你的远不止50两。不用了。莲娘，你回去再想想，不必这么急。裴家不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若是离开，往后便再也进不来了。其实我想得很清楚，不管裴燕说的多好听，银子到手了才是我的。没有命花，再多富贵也是虚妄。你还没见过元歌儿吧？他人如其名，长得圆墩墩的，很是可爱。过些日子我会安排你们见一面。你真心舍得下他吗？3年前签契书，我以为裴家是怕我贪图富贵，可现在我才明白，这是为娘的本能。这个孩子在我腹中怀了10月，让我吃了那么多苦。我无数次梦见他，想听他喊我一声娘亲，想看他背书，看他长大。三郎，若有人要去母留子，我又该如何？我来处理。三郎大恩大德，莲娘永生铭记，结草衔环，莫不敢忘。回去等着吧。裴燕是个君子，他答应的事向来能做到，可这回他食言了。你就是林水莲？是。原来竟是你这样的女子，在阿健身边赖了3年。听说你从前也是良籍，这样自甘下贱，你难道没有自尊吗？谢姑娘，我并非赖在三郎身边，当年签了契书，这不过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交易罢了，不是赖。那你为何生了孩子还不走，还蛊惑阿燕去求裴夫人要走你的身契？若非想长长久久留在裴家，你何必多此一举？要走身契，我根本不知道。若昨日离开就好了。
抓住他的胳膊。莲娘，不要怪我心狠，只有你不在，大家才安心。放开！他粗笨不懂规矩，姨娘，你可有受伤？不妨事。阿静，我只是想来看看元根儿的生母，是我的丫头们护主才闹成这样，你别生我的气，好不好？你呀，我何时同你气过？是我没有教好他。莲娘，道歉。我做错了什么？需要向谢姑娘道歉？你冲撞贵客，目无尊卑。三郎，昨日我问你，若有人要去母留子，我当如何？你说你来处理，这就是你的答案吗？谢姑娘欲杀我，难不成也要我束手就擒，乖乖受死吗？英娘性情温善，自小连蚂蚁都不忍心踩，又怎会对你动辄打杀？莲娘，看来是我这些年宠你太过，竟让你恃宠而骄，不仅不知感恩，竟还敢攀污贵客。人人都说裴三郎心细如发，世间秘密在他眼中无所遁境，可现在的他竟像瞎了一样，我真是可笑。是莲娘不知天高地厚，攀污谢姑娘，请三郎责罚。莲娘，外面的世道这样乱，你一介弱女子，又能去哪儿？可三郎，契书里分明写着，生下孩子我就能走。留在裴家，留在我身边，不好吗？三郎，莲娘，现在再没有什么契书了，你大可安心。那往后呢？谢姑娘要进门了，我又要如何自处？难道次次都要被她掐着脖子灌药吗？今天只是误会，姨娘不是不能容忍的。往后，你不要同她争，也不要同她闹，她不会为难你。他不是一无所知，他只是不在乎。我的生死在他眼里，远没有他裴三郎的一世好名声重要。莲娘明白了，只是元根儿生下来就被抱走，我每夜都能听见他的哭声。请三郎垂怜，让我见孩子一面就一面，见了之后，我便死心塌地留下来。过2日，母亲要去上香，元根儿留在家里，届时我让人带她来见你。多谢三郎。你搬走后，落雪院里很空，身子养好，人回来吧。这话说得好没意思。裴家二郎开了口，身边什么样的女人没有，又怎么会院中空？眨眨眼，2日时光便过去了。姑娘今日气色真好，三郎君若是瞧见了，定会欢喜。元哥儿，我有许多话想对你说。元哥儿，抱歉，生你一场，
却没法看着你长大了。愿你往后无病无灾，平安顺遂。姑娘如今是公子心尖上的人，等孩子大了，多得是团聚的机会。如今元哥还小，姑娘若能在新夫人进门前再有一个，那位置更稳了。还有一个。林姑娘，裴夫人上香归来了，请您过去见一面。上香归来，听闻这2日府里闹得不痛快。应娘是名门闺秀，她要嫁进来，裴家的体面便不能有半分污点。奴婢明白。你是个聪明的，当初买你来是为了给阿燕留后，如今元歌儿满月，你的差事也算办成了。只是阿燕这孩子性子执拗，竟为了你想要回身契。与其等新夫人进门后让你不明不白的病死，不如现在你自己选，是自尽全了体面，还是寻个由头永远消失在京城。他不是在和我商量，是在下最后通牒。裴家要的体面，是用我的命去填。奴婢卑贱之躯，死不足惜。可元歌还那么小，奴婢怕惊扰了他。提孩子做什么？他与你再无干系。哎呀，奴婢该死，脏了夫人的杯子。三郎说元歌身子极娇贵，体质像极了他，连花粉浓香都见不得。奴婢这就去把这粗鄙的指甲洗了，免得往后三郎让奴婢去看元歌时再冲撞了小公子的贵气。阿燕竟然已经许了他看孩子，甚至还告诉他孩子体质的私密之事。他这是要将这个女人彻底收进房里长炉。夫人，奴婢这就去洗掉。三郎说这2日就要接奴婢回落月院，奴婢不能带着这一身安杂气回去。不必了，既然阿健这么看重你，这指甲洗不洗也不由我说了算。你先回去吧，去查三郎是不是真的把那孩子的体质都告诉他了。若阿燕真的动了真情，这个女人就绝不能只是消失那么简单了。这是蜀地的土方，枝叶入肤，其养红肿，看似凶险，实则不伤根本。既然裴燕说她会处理，裴夫人想让我消失，那我便给这潭死水再添一把火。小公子方才午睡醒来，身上便起了大片大片的红疹，哭闹不止。奴婢实在不知道是怎么了。废物！大夫呢？传大夫没有？夫人莫急，元歌许是妊娠，受了惊，让我抱抱。阿志哥哥常说我身上气味最是安神，许是能哄好他。谢姑娘，且慢。奴婢方才在院外，远远就闻到了谢姑娘身上的香味儿。若奴婢没闻错，这应当是极为名贵的百合冷香吧？算你有些眼力，这是圣上赏给谢家的贡香。怎么，你也配点评？谢姑娘恕罪。只是3年前在三郎腿疾最重时，对百合香气便极度排斥，闻之则气短。三郎曾私下叮嘱奴婢，元歌儿体虚，这体质像极了他，
最见不得浓香花粉。你这贱婢休要胡言，我这香是……住口！带着你的香滚出这个院子！没我的允许，不准再靠近元哥哥一步！我只是想帮您分担。主母之位，慈母之心。英娘，这裴府的深潭，你还是慢慢沉下去吧。而我要走。大夫说你是忧思过度，产后虚减。莲娘，你到底在怕什么？三郎，元哥的红痣可好些了？已经退了，是英娘不好，带了那等安杂香气冲撞了他，母亲已罚他禁足了。三郎，是奴婢的错，是奴婢不该提那香气，惹了谢姑娘不快。谢姑娘是未来的主母，她视我为肉中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可元儿是无辜的，她夹在中间，若因我这卑贱生母而受罪，让你们母子隔席，夫妻不问，奴婢万死难辞其咎啊！你是元哥的生母，谁敢说你卑贱？三郎，奴婢求您了，放奴婢走吧。既然契书已毁，奴婢不求归乡，也不求银两，请夫人送奴婢去最偏远的家庙吧。家庙？你要去出家？从此青灯古佛，为三郎和元哥祈福。奴婢不要名分，也不要三郎的宠爱，更不会碍了新夫人的眼。他竟懂事到了这种地步，我竟然连一个弱女子都护不住吗？胡说八道！谁说让你去家庙？谁说让你去死？可谢姑娘那里，谢家我会去退亲，应娘不容人，那是谢家教养无方，不配入我裴家大门。裴夫人绝不会让你退亲，等你们裴家大乱，我便能趁乱远走高飞。莲娘，再信我一次，我会给你一个名分，让元孩儿能正大光明喊你一声娘。听说你主动提出要去家庙，从此青灯古佛，再不踏入裴家半步。奴婢自知卑贱，不仅碍了谢姑娘的眼，更让三郎为了奴婢要与夫人离心，甚至动了退亲的念头。奴婢万死难辞其咎，唯有彻底消失。你倒是个拎得清的。阿燕如今被你迷了心窍，若不是你亲口求去，她怕是真要做出宠妾灭妻的丑事来。只是夫人，奴婢的母亲病重多年，全靠奴婢卖身那点钱吊着命。如今奴婢去了家庙，少不得也要些银钱打点僧众，更想给家母留一笔安身费，全了最后的孝道。哼，说到底还是要钱。这里是500两银票，加上这些金子，足够你在外面隐姓埋名，富足一生。拿钱可以，但这绝书你得签。你要让阿健看清楚，你留在他身边3年，不过是为了这点臭钱。只有他恨透了你，元孩才能干干净净地过继给未来的新夫人。这笔钱能真正给我林水莲一条活路。到底是个没见识的村妇，见了这么多钱，连骨头都酥了。等阿珍看清了，也就死心了。奴婢谢夫人成全。今夜子时，奴婢会从后门离开，绝不惊动三郎。马车和路引我已经替你准备好了，记住你的誓言，否则裴家有的是法子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奴婢明白。
怎么突然想起做这些？这种粗活让下人去做便是。奴婢想，若是往后新夫人进了门，这小厨房怕是也不能让奴婢随意进出了。趁着现在，想让三郎再尝尝奴婢的手艺。净说些丧气话。就算英娘进门，你是长房的人，谁敢作践你？三郎打算如何安置奴婢？等英娘进门半年，大局稳了，我便寻个由头抬你为侧室。到那时，元哥也会永远记在你名下，你依旧是他的亲娘。侧室，名分，真是笑话。那奴婢便先谢过三郎了。记着，你是我的，哪儿也别想去。裴燕，你口中的恩赐，不过是想让我永远当一个见不得光的影子，做你的春秋大梦了。我林水莲，该去过我自己的日子了。人人都说我舍不得元歌儿和裴燕的宠爱，马上我就会成为为了情分寻死灭活的痴心女子。今日我便成全了你们所有人。老哥哥，醒醒！夫人院里有急事，要出府置办明日定亲礼缺的红绸，快开门！这时候了还置办什么？腰牌呢？文迪，陆志，干什么呢？回爷的话，城郊庄子上送菜的落了东西在裴府，回去取了刚出来。走吧，走吧，走吧。走水了，快来人呐！林姑娘还在屋里。快点儿！不好了，池子边发现了林姑娘的血，还有她的衣裳。捞！给我下去捞！就算把这池子翻过来，也要把人给我找出来！阿英，你冷静些，今日是你定亲的大日子。滚开！没用的东西！莲娘，你那么胆小，那么怕水，你怎么敢？这是什么？留给我的绝笔信吗？民女林氏本是蜀地良家子。民女林氏本是蜀地良家子，入裴府实乃披于生计。今幸得裴夫人体恤，赐下重金500两，民女拿钱走人，自此远走高飞，另觅良缘，此后死生不复相见。好一个忍辱负重，好一个另觅良缘！500两，是你给他的，是你逼他走的，没了，我的腿又没知觉了。林水莲，你竟然连孩子都不要了！你这个骗子，骗子！三公子，这是急火攻心，导致旧疾复发。若心结不开，这腿怕是难再站起来了。阿静，你何苦为了个玩物糟蹋自己的身子？阿健哥哥，我知道你心里苦，可有些话，英娘不得不说。
若再瞒下去，只怕你要被那女人骗一辈子。说，带上来，翠儿。三爷，奴婢死罪。这是昨日在那林氏偏僻小院的后墙根底下发现的。林氏走得急，这东西没带全，被奴婢们翻了出来。阿强哥，再等我些时日。我正想法子从他那儿骗些养老钱，等我生完孩子，拿了银子，便回去同你成亲，招你入赘。阿健哥哥，我原以为他只是贪财，没成想他竟早就在外头养了赘婿。他口口声声说为你揉腿，其实是想试探你还有没有救，若是救不活，他好早日拿钱跑路啊。林水莲，你想要招赘婿，你想要另觅良缘，传令下去，派全府家丁勾连官府，沿江搜索，生要见人，死要见尸。是。既然他这么爱银子，我要他把拿走的每一分钱都用命来还。抓到他，先断了他的腿，看他还怎么奔向他的良缘。小兄弟，前面岔路口就到官道了，你是往南走回蜀镇老家，还是往北去关外？不往南，也不往北，咱们折返去元州。林娘子，您真是有眼光，这铺子后头带个小院，前头做生意，后头住人，最是稳当。只是这价钱，只要房契录纸没问题，这铺子我要了。500两银子，在裴府不过是裴燕的一方砚台，但在民间足够买下一条命，撑起一世尊严。裴三郎，你以为我离了你，离了裴府便活不下去？我偏不信这些。从今往后，世上没有裴府的莲娘，只有青石镇的林掌柜。夫人，小公子已经2个时辰没进蜜汤了，不管是羊乳还是米糊，喂进去就吐，这嗓子都哭哑了。没用的东西，这么多奶娘，竟没一个能让孩子住口的。夫人莫急，许是这些奶娘身上气味杂，孩子不喜，让我来试试吧。往后我也是她的母亲，血脉相连，孩子总会认我的。好孩子，快喝了，别给脸不要脸。我的脸，这小畜生！滚开！毛手毛脚的，伤了元哥，我唯你是问。还是没消息。回三爷，沿江和往蜀地的路口都守死了，确实没见着林氏的身影。元哥又哭了。林水莲，你真的这么狠心？听着亲生骨肉哭成这样，你竟然能躲在那个赘婿怀里快活？不见了，唯独少了那双不值钱的，他亲手缝制的虎头鞋。林水莲，你在撒谎！等我抓到你，我要亲口问问你，那双虎头鞋你是给谁留的念想？
乱针，蜀绣中从未见过的乱针。5年了，我派人搜遍了蜀地，翻遍了京郊，却唯独漏了商贾云集的袁州。林水莲，这就是你的另觅良缘吗？程峰，属下在，传旨袁州官府。不必通过官府。你带一队精锐暗卫，即刻出发，去袁州城寻找一个叫林记的绣坊。是。找到那个绣娘，不管是买还是抢，都要把她给我带回来。徐大哥，采完药，咱们去给医学的孩子们买些饴糖吧。好，听你的。莲娘，恭喜啊！瞧瞧咱们徐捕头，平日里闷葫芦一个，腾起媳妇儿来那叫一个豁得出去。林大娘子，您这往后的日子就等着掉进蜜罐里吧。可不是，林大娘子心善，资助义学，徐捕头又是咱们袁州的守护神，这叫天作之合。裴燕，你曾说我离了裴府便再无立锥之地，可你看，没有了你的施舍，我不仅活了下来，还等到了一个愿意为我遮风挡雨的人。主子，暗哨传来消息，林氏明日便要与那姓徐的巡捕成婚了，袁州城内正张灯结彩。成亲，在大周朝，她还是我裴燕登记在册的侍妾，她想跟谁成亲？林水莲，你当初拿了钱，说要另觅良缘，我找了你5年，恨了你5年，原来你竟然躲在这里，给一个粗鄙的武夫剥莲子绣花。妹子，早些歇着，明日一早我就来接你。好，徐大哥，不知为何，我这心里总跳得慌。别怕，有我在，袁州城谁也动不了你。你在屋里待着，别出来。大娘子，您这绣活怕是京里的贵妃娘娘也穿不上，徐捕头要是瞧见了，准得看直了眼。他呀，只说红颜色衬我，那傻子哪里懂得什么针法。林大娘子，快去县衙，徐大哥被带走了。带走？谁带走的？他今日不是在营房核对寻更图吗？是京城里来的，说是翻出了5年前北疆的旧账，定徐大哥一个冒领军粮、中饱私囊的死罪。现在人已经下死牢了。胡说！徐大哥绝不会做这种事，这是有人要整他。5年前，5年前，为什么偏偏是5年前？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发难？重犯在押，擅闯者死。我是徐直的家属，我要见他！你们凭什么抓人？凭什么？林氏5年不见，你倒是长了本事，敢在袁州私配夫婿。长风，怎么是你？那三郎，主子在里面等你。林氏，你最好求主子心情好些，否则那个姓徐的今晚就得人头落地。裴燕，你终究还是找来了。袁州真是个养人的地方。5年了，你竟出落的比在落雪院时还要鲜活几分。裴燕，怎么，瞧见我能走路了，你便这般惊讶？这身衣服，你是想穿给谁看？
徐直，那个连大字都不识几个，只会舞刀弄棒的粗人。他不识字，却知冷漠；他粗鄙，却懂良善。裴燕，你凭什么诬陷他？凭什么毁了我的日子？林水莲，在大周律例里，你仍是我裴家登记在册的侍妾。你偷了我的银子，刨了我的府邸，如今日子过得舒坦了，便想找个良缘把自己打发了。那500两是裴夫人买我命的钱，绝书是我按了指印的，是你裴家不要我了。母亲给你银子，是因为她老糊涂了。可我没点头，你就算化成灰，也得留在落雪院的土里。徐大哥，放开他！裴燕，你这个疯子，你放了他！护着他，林水莲，你越是护着他，我就越想看看他那双能给你剥莲子的手被一寸寸剁掉时，你还会不会觉得他是良缘？三郎，求你放过他，只要你放过他，你要我做什么都行。做什么都行，那便把这身嫁衣脱了，换上当年的旧衣，跟我回京。至于那个徐直，他的命攥在你的表现里。 5年的梦，终究还是碎在了这一夜。三爷如今权倾朝野，要什么样的名门秀女没有？何必屈尊降贵跑来这偏远小镇，纠缠一个拿了银子私逃、贪财又下贱的私奔妾室？你是挺贱的，宁可跟一个满手血腥的粗汉过清苦日子，也不愿回落雪院当你的主子。在落雪院，我是个随时能被去母留子的物件；在元州，我是堂堂正正的林大娘子。裴燕，你有本事就杀了我！想让我跟你回去，除非我死。死？林水莲，你舍得死吗？川儿，出来吧，见见你心心念念的救命恩人。元哥，父亲说，只要我乖乖听话，就带我来找送我小鞋子的人。娘，我的儿，我的元哥。他这5年，每晚都抱着这双破鞋入睡，在梦里喊着要见生母。林水莲，你教教我，若我现在告诉他，他的生母宁愿死，去给别的男人当续妻，也不愿看他一眼，他该有多疼？不要告诉他，裴燕，你还是不是人？他是你的亲骨肉。既然心疼他，就该知道怎么选。跟我回京，你是裴家的小娘，他是裴府的嫡长子。若你执意要留在这里守着你的良缘，那川儿这辈子都不会知道他亲娘是谁，而那个姓徐的，会因为谋逆罪名被凌迟处死，连权势都留不下。我跟你走。那元州的粗汉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还留着这破烂玩意儿做什么？嫌我的马车不够寒碜吗？自己摘，还是我替你拔下来？不过是一枚银簪，三爷何必？我说，摘掉。最后一点念想也没了。500两银子，莲娘，你太小看你自己了。为了找你，我这5年花的何止万金？你以为这张破纸就能断了你我的孽缘？把这身脏衣服换了，
元歌儿在后面的车里等着你。你也不想让他看见你为别的男人穿红嫁衣的模样吗？徐大哥，你若是能活下来，求你忘了我，忘了那个在元州绣花的林大娘子。回京后，母亲那里我会去说。从今往后，你只是洛学院的侧夫人，别再提你的良缘，否则我不介意让元州变成一片焦土。下来吧，裴府上下都在等着见见这位死而复生的林小娘。恭迎林小娘回府。妹妹可真是好福气，在外头漂泊了5年，竟然还能全虚全尾的回来。想必那野汉子定是极疼妹妹。阿姐，你要胡闹到什么时候？这种不知廉耻的女人带回来只会脏了裴家的门楣。母亲，5年前那500两银子是怎么回事？儿子不想再提。从今日起，落雪院封院，没我的允许，谁也不准踏入半步，惊扰了莲娘。你走后，这树差点死了。我请了全京城最好的花匠，日夜在这泥土里埋药温养。你没回来，他们一朵也不敢谢。莲娘，旭之，林妹子，活下去，等我。裴燕，你以为用这一院子的花就能锁住我的魂？你以为用川儿就能磨平我的恨？裴燕，咱们的日子长着呢。徐芷，这是他从元州押解回京的行踪记录。三爷，属下已按计划，将元州徐氏青梅竹马春红从妓院赎出，并伪造地契，诱其签下私约，散布谣言。另重金买通狱卒，在徐氏耳边散布林氏已在裴府受宠之谣言。裴燕，你毁了他的脊梁，也撕碎了我的尊严。好一个裴三郎，你要用最暗杀的手段弄脏他，再带着你那高高在上的救赎，伸出手对我说：“你看，这世上只有我肯要你。”莲娘，今日圣上赏了一俗极北的东珠，圆润无瑕，正好给你嵌在舞鞋上。怎么不说话？可是又想川儿了。过2日，我带你们母子去南苑狩猎。好啊，三郎对我真好。你终于肯对我笑了，莲娘，留在我身边，你会是这京城最尊贵的女人。裴三郎，你毁了我的烟火，却想让我赶进你的牢笼，那我便在这笼子里亲手为你织一张通往黄泉的网。今日怎么有兴致看这些？若是嫌这些成色不好，我让人去内务府再挑一批。三郎，这些首饰虽好，却终究是死物，戴在头上重，收在匣里闷。那莲娘想要什么？只要这大周朝有的，我都给你。在元州待久了，奴婢觉得还是握着地契最稳当。三郎若真疼我，就把京郊那2处良田，还有东街的丝绸铺子都记在奴婢名下，如何？好，要田要铺子要什么都行。长风，去取地契来，全部落林氏的名头。多谢三郎，奴婢以后就指望这些过活了。只要你还贪图这世俗的富贵，就永远逃不出我的掌心。林水莲，若你无欲无求，我才真的留不住你。
大娘子，袁州那边我们的人已经暗中接应上了，命是保住了。这是裴炎刚给我的地契，全部去黑市兑成现银，一半送去北疆救命，另一半在京城各处关口给我买通所有能买通的关卡。大娘子，您这是要……裴炎以为我是贪了，他不知道我讨要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我踏向自由的奠基石。这画屏绣的极美，是送给我的。是送给三郎的，等这屏风绣好了，奴婢还有个大惊喜要给三郎。好，我等着。惊喜？裴三郎，你会喜欢的。你以为你用银子锁住了我的贪念，却不知道我是在用你的银子买你的命。主子，御史台那帮老魂骨咬死了您私藏陶器，欲举封赐，甚至还翻出了5年前袁州内庄茂陵军饷的案子，说是您为了私欲构陷忠良。三爷，这分明是谢家在背后推波助澜。谢姑娘退婚后，谢相一直怀恨在心，这是要借题发挥，坏您的官声啊！谢家老狐狸，为了个女儿，竟想动我的根。谢家想毁你名声，而我想让你倾家荡产，万劫不复。三郎，听闻朝堂上有小人作乱，奴婢虽是一介妇人，却也心疼三郎如此操劳。还是你贴心，那些老匹夫不提也罢。奴婢听闻谢家之所以敢发难，是由于他们握住了袁州那边的证据。三郎若要破局，何不以退为进？谢家如今正筹谋着买下南方的盐引，急需大量现银。三郎若能以林氏名下的那些铺面和良田为饵，诱他们入局，再在御前反告他们中饱私囊、收受贿赂，到那时，谁还顾得上什么陶妾不陶妾的？莲娘，你真是我的女军师，我竟没想到，用你名下的产业去做饵，谢家定不会起疑。大娘子，裴燕已经上钩了，他为了陷害谢家，已经把大半个裴家的家底都挂在了您名下的那些虚假簿子。好，告诉谢相府，裴燕要告他们的证据，我手里有一份真的，但条件是，等裴家倒台那天，我要谢家保我带元歌儿出京。你以为我在为你出谋划策？不，我是在把裴家的所有退路一针一线的缝死。阿健，谢家那边还没安抚好，你竟要给这林氏开正门上族谱，侧夫人之位，那是正妻进门前的大忌。母亲，我等了5年，寻了5年，这名分是我欠他的。谢家若要闹，便让他们闹去。等过了今日，莲娘就是裴府名正言顺的二主子。林小娘真是天仙下凡，这京城里还没见过哪位侧夫人能有这样的排场。三爷对您的心，那可是真金白银堆出来的。是啊，真金白银堆出了一个活死人。娘，你今天好美。父亲说以后没人敢喊你小娘了，我要喊你阿娘。川儿，跟着娘，怕吗？跟着娘去哪儿？只要有娘在，川儿去哪儿都不怕。川儿，对不起，娘要带你走的是一条九死一生的路。大喜，主子，谢家那边果然入局了。他们以为我们要吞并他们的盐引，
已经把大半个家底都抵押给了咱们在外的商号。好，等册封典礼一结束，就收网。裴燕，你给我的所谓名分，不过是你权欲星星下的点缀。三郎，咱们去典礼吧。莲娘，你看，这京城的盛世半数握在我裴燕手中。你看，只要你点点头，这江山我与你共享。共享？三郎是想让奴婢共享你的权势，还是共享你那座吃人的金丝笼？你闹够了没？你还在怨我？没关系，日子还长，我会用这余生的富贵，一点点填平你的怨。三郎，奴婢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说。如果你当年南征没有断腿，如果你依然是那个惊才爱意、鲜衣怒马的裴三郎，如果你没遇到走投无路的我，你还会这般疯狂的、不计代价的想要留住一个生孩子的物件吗？如果我没有遇见你，这世上没有如果。李水莲，我断了腿，是你陪着我长出来的知觉；是你，我丢了心，是你一针一针给我缝回去的。你记着，你生是我裴燕的人，死也要进我裴家的祖坟，哪怕是化成灰，也得跟我伴在一起。谁也别想把我们分开。你看，多美，多美！这是我为你准备的生辰礼，以后岁岁年年，我都要陪你看。美，确实极美。三郎，这烟火确实好看，只是火太大了，容易烧着自己。火太大了。这一针一线倒是比5年前更稳了。莲娘，你这般温顺，倒叫我生出几分不真实来。三郎说笑了，历经元州那些波折，奴婢总算明白，这世上除了三郎，没人会真疼奴婢。过去是奴婢猪油蒙了心，竟想去求那老狮子的人间烟火。你想通了就好。封册夫人的典礼就在后日，我要让你正大光明地站在我身边。主子，林小娘今日又支取了一笔银子，说是要给元哥缝制几套新春的常服，还要去城西的缎子铺亲选料子。您看，是否要派人跟着？不必了。他现在满心都是元哥和后日的典礼，又有谢家那档子事牵制着，他跑不了。大娘子，裴岩放松了警惕，京城东门的校尉已被我们重金买通。后日典礼，裴府守备会集中在前厅。那日，我要裴家的大喜变成大丧。裴燕，你以为看透了徐直的恶，我就会转而投向你的怀抱？你错了，徐直的恶是贪，而你的恶是毁掉一个人所有的希望和尊严。莲娘别走。三郎，后日见。都要封册夫人了，怎么还这副神情？
可是京城的手势压得脖子酸了。三郎，奴婢这2日总梦见袁州那座破绣坊，虽然在那儿吃了不少苦，可那终究是奴婢待了5年的地方。怎么，你还舍不得那个负心汉？舍不得？奴婢是恨自己当年眼瞎，竟把那种世国小人当成良人。三郎，求你陪我回一趟袁州吧，我想亲眼看着那绣坊被烧个干净，在那儿求菩萨断了这段孽缘。从此往后，奴婢心里眼里的三郎才是干干净净的。主子，封册夫人的典礼在即，这时候带林小娘离京，怕是……你懂什么？他这是要把心里的脓疮亲手挑破。若不让他在那废人的落魄面前看个真切，他这辈子都会在那儿留个念想。传令下去，3日后微服出发，把元哥也带上。我要让他当着那废人的面，展现我裴家一家3口的圆满。我要让那徐直明白，云霓之别到底是什么滋味。娘，袁州真的有你说的那种甜滋滋的米糕吗？有啊，川儿，那儿不仅有米糕，还有你没见过的风景。等会儿进了城，我带你去地牢，让你看看那个纳了妾断了手的废人是如何跪在地上像条狗一样求饶的。都听三郎的。裴燕，你以为带我来是看我的笑话，却不知这袁州城早已是我为你布下的棋局。徐直，你个没用的废物！当初说好那林大娘子的绣房归你，老娘才跟着你。现在呢，你2只手都废了，连个子儿都挣不来，还想让老娘贴钱给你买酒喝？闭嘴！当初在北疆杀人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卖羊呢。等老子缓过劲儿来，也让那姓林的贱人好看。去吧，见见你的盖世英雄。林妹子，哟，这不是咱们徐郎日思夜想的那位大娘子吗？怎么，在京城飞上枝头了，还记挂着旧相好呢？林妹子，大娘子，你可算回来了！你救救我！那裴府的三爷是个疯子，他断了我的手，我没法子活了。你纳了妾，卖了我的银簪，还计划着吃我的绝户。徐大哥，这些也是被逼的吗？是这刀夫勾引我，是他。妹子，你现在是贵人了，你手里随便露出一点裴家的油水，就够咱们在袁州重新立起来了。你带我走吧，我往后一定给你当牛做马。你看，这就是你选的人。这5年来，我一直觉得是我临水连命苦，遇到了裴家这群虎狼，才丢了你这片净土。现在我才明白，这世上本就没有什么净土，你也只不过是这乱世里另一个披着人皮的裴燕罢了。三郎，谢了，谢谢你亲手撕破了我的梦，让我明白，这人间烟火其实是另一种灼人的炼狱。徐直毁了我的爱，你毁了我的命。既然你们都想要这人间大戏，那下一场由我来开。这种货色，连让我亲自动手的资格都没有。长风，杀了便是，丢进江里喂鱼，莫要污了袁州的地界。三
三爷饶命！三爷饶命！我不认识这婆娘，我跟她没关系，金子还你，都还你！林小娘，你林水莲，你还要护着她？看清了吗？他刚才说他不认识你，为了这种烂进泥里的烂肉，你要跟我作对？杀了他只会弄脏我的记忆。三郎，你今日带我来，不就是想证明你比他高贵，证明我是个眼瞎的蠢人吗？你以为揭穿了他的烂，就能证明你的好吗？难道不是吗？我给了你万金，给了你名分，给了你全天下女人梦寐以求的宠爱，而他是想卖了你去养妓女。是，他的坏是写在骨子里的穷酸气，贪婪、市侩、猥琐。可你的坏是裹在权势里的生杀夺羽。在他眼里，我是一间能生钱的绣坊；在你眼里，我是个能生儿子的物件，是一个能证明你还没废掉的战利品。那我便如你所愿。放了他，让他带着那锭金子，在这圆州的泥潭里跟他的相好烂在一起，这是对他最狠的刑罚。好，依你。既然你看清了所有人都是坏的，那就乖乖跟我回京，去当那个最尊贵的坏人。急什么？既然要了断，就断个干干净净。你还想做什么？徐直，看清楚了，这里的银票加上刚才那锭金子，足有2000两。2000两，2000两，2000两！这些钱足够你在乡下买上100亩良田，盖起像样的宅子。你不是想要春红吗？你不是想纳妾吗？我成全你们，拿着这些钱滚出元州，去当你的乡绅地主，做你的春秋大梦。谢大娘子恩典，谢大娘子救命！谢大娘子恩典，谢大娘子救命！徐直，你记住了，从此山水不相逢。你若再敢出现在我面前，哪怕只是在京城城墙根下露个头，我就亲手送你去见阎王。这种烂进骨子里的东西，竟也值得你费这些心思？不费这些心思，怎么能让你看清楚？你赢到的，也不过是这样一个废人丢掉的破鞋。够了，跟我回京。钱也给了，债也清了。林水莲，你看清了人间的底色，也亲手埋了你的良缘。现在，该跟我回京，去领受你那侧夫人的荣光了。来，元歌儿在车里等你。回了京，你依旧是这裴府最尊贵的女人。那是你这辈子最重要的名分，收好了。最重要的名分。三郎，你可知在元州这5年，我名下有3间铺子，2座绣坊，人们喊我林掌柜，喊我林大娘子。那时候，我甚至忘了我有过你给的那个侧夫人的烙印。林水莲，你要干什么？你猜，我要干什么？
我不会。你敢再说一遍？林水莲，这天下还没人敢对我说不！你以为扔了一块玉就能抵了你欠裴家的债？长风，给我拿下，捆了丢进车里，带不回活的，带具尸体回去，我也要埋在落雪院。三郎，你尽管让人上来。把针放下！林水莲，你这个疯子！你为了躲我，连命都不要了！是，三郎，你抓得住我的身子，却抓不住我的命。你以为这5年你赢了？你以为你把我带回京城是恩赐？对我而言，你那落雪院的每一口空气都让我作呕。你若再敢逼近一步，今日这元州江边便是林水兰的忌日，也是你裴三郎一辈子的噩梦。好，我不逼你。莲娘，你先把针放下，别伤了自己。你疼不疼？我错了，我不带你回京了。你想留在这儿，还是想去哪儿，我都依你。娘，你别疼，阿爹，你快救救娘！裴燕，原来你也有怕的时候。你怕我死，不是由于爱我，而是因为我若死了，你这辈子都赢不了我。你这病态的、肮脏的胜负欲，终究要陪着我这半条命沉入这大江里。退后，带着你的人滚出元州，否则我就让你亲眼看着你最珍爱的物件是如何碎在你面前的。娘，不走！元哥儿乖，元哥以后不听祖母的话了，不惹你生气。你别拿针扎自己，元哥儿疼。川儿，看着娘，有些话，娘只说这一次，你要刻在骨子里记着。这世上，娘最爱的人是你，怀胎10月，九死一生，娘从未后悔生下你。但川儿，娘更爱自由，更爱这天地间能由自己做主的没口气。裴府是一座金丝笼，如果娘为了你留在那儿，娘会枯萎，会发疯。而你在那样的环境里长大，看着你爹如何掌控我，看着我如何卑微的逃活，到那时你只会成为下一个裴燕。你会觉得控制和掠夺才是爱，娘不能让你变成那样的人，哪怕这意味着我们要暂时分开。娘，如果你留下来不开心，你就走吧。祖母说你是坏女人，但我现在知道了，你是这世上最勇敢的人。娘，你走吧，去你想去的地方，过你想过的日子。我会快快长大，长到像徐捕头那样能护着你的时候，长到这天下没人能再把你关进笼子的时候，我再去接你。川儿，你放他走。父亲，你赢不了娘的，因为你根本不懂她想要的是什么。川儿，记住，无论在哪儿，娘的雨心都跟着你。裴燕，你输了，输在你那引以为傲的血脉里，藏着一颗你从未拥有的干净的心。荒唐！阿燕，你自毁名声要抬举这个贱人，他竟敢以死相逼，坏我裴家门楣。既然他不想回京享福，那就乱棍打死，丢进这江里喂鱼。裴家容不得这种拿捏主子的妖孽。夫人，5年不见，您的脾气还是这般急躁。您瞧瞧，这是什么？不过是些装神弄鬼的废纸，也想保命。
天和3年，裴府以采买丝绸为名，暗中将3000担丝盐运往关外，所得赃款7万两，经由城南顺达钱庄洗白。还要听吗？还有裴大人在位时，为了给族中子弟谋官，送给吏部尚书的那几座金山，每一笔每一个经手人，可都记在这儿呢。莲娘，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搜集这些的？从你把我关进那座金丝笼，让我日夜绣那幅江山盛景开始。三郎，你只教我认真法，却忘了教我认那些藏在屏风夹层里的私信和账目。裴夫人，您当年埋我是为了传宗接代，可您忘了，兔子急了尚且哑人，何况是被你们践踏了10年的活生生的人。只要我今日回不去，或者我死在这儿，这份账本的拓本立刻就会出现在谢相府的案头，到时候裴家上下几百口人，不知要在午门外流多少血，才能抵了这些罪孽。你这个疯妇，你竟然想拉着裴家一起同归于尽！同归于尽？不，夫人您太看得起裴家了。我只是想要我的命，想要我的自由，让这些私兵退后，放我走。否则，裴家这100年的清明，今日便要在这元州的江水里化成一滩烂泥。让他走，撤兵，让他滚出老身的视线。莲娘，你当真如此狠心，连元歌儿也不顾了吗？元歌儿有裴家的权势护着，总比跟着一个背负明暗的逃犯强。林水莲，你给我回来！雾这么大，你不要命了吗？命早就在裴府丢了一半，如今剩下的，只想用来看看这天有多大。为什么？名分给了，银子给了，连裴家的家底都快被你掏空了。宁愿去当个风餐露宿、食不果腹的低贱绣娘，也不愿当我的正妻，不愿当这京城人人艳羡的二主子。林水莲，你告诉我，那姓徐的废人到底哪点好，值得你为他做到这一步？三郎，你错了，我不是为了徐芷走，也不是为了任何人走，我走是因为这天下之大，不只有后宅的一方天，不只有裴府那1亩3分地的算计。在元州那5年，我自己缝衣，自己一针一线挣每1文钱。那时候我才发现，离了那些所谓的恩宠与枷锁，我林水莲才真正像个活着的人。像个人？原来在你眼里，我竟是剥夺你做人的恶鬼。娘，去吧，去过你想过的日子，元儿不怪你。6月18是元歌的生辰，而这一天是我林水莲重生的第1日。